4000，下周生死一线。下周二到周三，美联储议息会议就要登场，周四凌晨2点，决议揭晓。而黄金刚刚以4070.8收官，就悬在4000这道生命线的上方，只差薄薄的一层。白银更硬气，一周涨了 4.58%， 收在 58.91， 所以下周的每一次跳动可能都被这场会议牵着走。问题只有一个，这一次的美联储到底会成为压垮4000的最后一根稻草，还是点燃反弹的那把火？是趋势就此反转向下，还是空头陷阱又一次假摔？今天我们就把下周的剧本一页一页翻给你看清楚。大家好，欢迎来到点金日记，我是您的贵金属向导小金。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天，周末市场休市，没有新的价格，所以今天这一期我们不复盘，而是展望，把下周的日历、关键点位和多空剧本提前给你捋清楚。郑重提醒一句，以下内容全部只是我个人的观察和看法，不构成任何投资、交易或理财建议。市场有风险，你的每一笔决策都请独立判断，盈亏自负。在深入之前，先用30秒给你今天的3个核心要点。第一，先看站位，黄金收在 4070.8， 周线收涨 1.29%， 白银收在 58.91， 周线大涨 4.58%， 双翻红，但都还压在50日和200日均线下方。第二，下周的绝对主角是周二到周三的美联储议息会议，加上周四的2季度 GDP， 周五的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一场决议，2份数据足以定方向。第三，盯住一个数字，4000，站得稳，反弹还有故事；站不稳，跌势随时重启。好，接下来我们就一个一个把这几点讲透。我们先站在此刻，看看金银现在到底站在什么位置。刚刚过去的这一周，其实是一场先扬后抑，又绝地反弹的拉锯战。黄金周三一度冲到4151，眼看要收复失地，周四却拉出一根100点长阴，把涨幅几乎全部还了回去。好在周五多头稳住阵脚，收在 4070.8， 守住了4000大关，全周算下来还涨了 1.29%。 你看，一周之内先冲高，再跳水，又拉回，像坐过山车一样来回折腾，这本身就说明市场在一个关键位置附近，多空分歧有多大，谁都想在方向明朗前先卡好位置。如果你昨天看了我们的周回顾，应该还记得我当时给的那句判断，反弹不是反转，守住4000才有戏。这句话到今天依然成立。价格虽然翻红，但你把镜头拉远就会发现，黄金现在离50日均线4210，离200日均线4590都还有一大段距离，整体结构仍然是空头占优，多头在废墟里做修复。白银这边则是全场最亮的一颗星，一周暴涨 4.58%， 把金银比价一路压到69附近，弹性十足。所以此刻的格局可以这样概括，短线金银刚刚完成一次反弹，情绪略有回暖，但中期他们仍然被压在下降趋势里。而下周那场美联储会议很可能就是决定这次反弹能不能延续，4000能不能守住的分水岭。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一层层拆开的核心悬念。先把黄金这一周的路径看仔细。本周黄金的波动区间大致落在4000到4150之间，周五收盘 4070.8。 你可以看到买盘每一次都在4000附近顽强的接货，而卖盘则死死守在4100上方，谁也没能一锤定音。这种上有压力下有支撑的拉锯，说明多空双方现在其实都没有太强的信心，大家都在等下周的美联储给一个方向。从更大的格局看，黄金依然运行在50日和200日2条均线的下方，这意味着什么？打个比方，均线就像是过去50天
200天里买入者的平均成本线，价格在他们下方，说明这段时间进场的人大多还是浮亏的，他们随时可能在反弹到成本附近的时候解套离场，这就是上方压力的来源。所以只要黄金没有重新站上4210带，反弹的性质就更偏向修复，而不是反转。当然，也别把话说死，看多的人会说，黄金从3月份5300的高位一路跌到现在，已经跌了不少。4000这道关口反复被测试，却始终没有真正跌破，这本身就是一种韧性，是底部在反复夯实。一旦下周美联储的措辞比市场担心的要温和，空头回补加上抄底盘，反弹可以走得很快。两种剧本，下周见分晓。再把目光转向白银，这一周白银才是真正的主角，单周大涨 4.58%， 不仅远远跑赢黄金，还把金银比价从70上方一路压缩到69附近。什么意思呢？金银比价就是买1盎司黄金要花掉多少盎司白银，这个数字变小，说明白银比黄金更强，涨得更猛。为什么白银这么猛？这就要说到白银的双重身份，它一半是贵金属，跟着黄金走避险，另一半是工业金属，光伏、电子、电动车都要用它。所以当市场情绪稍微回暖，大家愿意冒一点险的时候，白银这个高波动的表弟往往会比黄金蹦得更高。但硬币的另一面是，它跌起来也更狠。这一次白银反弹的力度让人眼前一亮，可它同样还压在50日均线 65.86、200日均线 70.13 的下方，弹得漂亮，但离真正翻身还差一口气。下周如果美联储偏鹰，风险偏好收缩，白银这份弹性也可能反过来变成杀伤力。那么真正牵着金价鼻子走的到底是谁？下周答案高度集中在2个字上，利率。更准确的说，是美债收益率和美元背后那只无形的手。美联储的政策预期，我们先看已经发生的。上周10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冲到 4.71% 的高位，周五又小幅回落到 4.69%。别小看这 0.02 的回落，黄金周五的企稳，很大程度上就是靠它。这里的传导机制，一步一步来讲你就明白了。黄金本身不生息，你拿着它，它不会给你利息，而美债会，所以当美债收益率往上走，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就变高了。同样一笔钱，买债券能拿到接近 5% 的稳稳收益，谁还愿意抱着不生息的黄金？于是资金流出黄金，金价承压。反过来，收益率一旦见顶回落，这层压力就松了，金价就能喘口气。而下周决定收益率往哪走的，正是美联储。市场现在压住9月份利率进一步走高的概率高达80%，这是一条明显偏鹰的主线。如果周四凌晨的决议和措辞坐实了这种鹰派预期，收益率和美元很可能再往上顶，黄金的4000保卫战就会打得非常艰难。可万一美联储的口风比这80%的预期要软一点点，哪怕只是暗示会更有耐心，收益率回落，金价就可能迎来一波像样的空头回补。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下周这场会议是整个剧本的胜负手。说完利率这条主线，我们再补一个常被忽略却始终在背景里发挥作用的力量——避险情绪。目前来看，地缘政治这条线暂时没有掀起新的大风浪，没有突发的冲突或黑天鹅在主导金价，这也是这一周黄金更多跟着利率和美元走，而不是跟着避险资金走的原因。但请你记住，避险这根弦平时松着，一旦绷紧，反应极快。你可以把黄金的避险属性想象成一份随时生效的保险，风平浪静的日子里，没人会记得它的存在。可一旦市场突然恐慌，股市大跌，或者某个地区的局势骤然升温，资金会在几个小时内蜂拥进黄金，金价往往一夜之间就能跳涨几十美元。而周末恰恰是这类意外最容易发酵，
市场却又无法交易反应的时间窗口，消息在周六、周日一点点累积，情绪却要等到周一开盘才一次性释放出来。所以任何一个周末的突发消息都可能在下周一开盘时以一个跳空缺口的方式砸在盘面上。也正因为这样，在预判下周的时候，除了盯着日历上写好的美联储，你也要给这些没写在日历上的意外留一份心。既然美联储是下周所有剧情的核心，我们就得把它单独拎出来讲透一点。这次会议之所以分量特别重，是因为它是一次没有经济预测，也没有点阵图的会议。换句话说，市场没有那张标着每位官员利率预期的地图可以参考，所有的线索都只能从声明的措辞和主席的发布会里一个字一个字的去抠。这就把偏鹰和偏鸽的分野放到了聚光灯下。所谓偏鹰，就是态度更强硬，更倾向于把利率保持在高位更久，来压住通胀。所谓偏鸽，就是态度更温和，更愿意为经济和就业留一点余地。对黄金来说，逻辑很直接，偏鹰意味着更高更久的高利率，更高的真实利率，而真实利率越高，持有不升息黄金的代价就越大，是利空。偏鸽则正好相反，是利多。现在市场已经把偏鹰的剧本压得比较满了，所以这里藏着一个有意思的反向机会。正因为大家都预期它鹰，万一它没那么鹰，这个预期差反而可能推着金价往上跳。这就是市场里常说的利空出尽是利好。当所有人都站到了一边，哪怕消息本身并没有变好，只要它没有像大家担心的那样坏，价格也可能反向修复。反过来，如果美联储比预期还要鹰，那已经绷紧的空头情绪就会进一步加码，金价的下行空间也会被打开。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与其去猜方向，不如老老实实守住关键点位，让价格自己告诉你答案。好，道理讲完，我们回到图表，一个点位一个点位来看。先说黄金，下方最重要的一条线，毫无疑问就是4000，这是心理关口，也是这一周多头反复用真金白银守下来的生命线。只要它还站得住，反弹的故事就还能继续讲。可一旦下周被有效跌破，那么7月16号那个4000以下的低点，乃至更下方的3900区域，就会重新回到视野里。上方呢，第一道坎是4076到4113这个区间，这是多头必须收复的阵地。只有先站稳4113，才有资格去挑战4150。再看动能，黄金目前的14日 RSI 是 46.35， 这里简单解释一下， RSI 是衡量涨跌动能的指标，数值越高越超买，越低越超卖。一般70以上算超买，30以下算超卖。46.35这个读数处在中性略偏弱的区域，既没有超卖到让人闭眼抄底，也没有强到确认反转。把它对上开头那个问题，就是动能还没有真正转多，这更像是下跌途中的一次修复，而不是反转的发令枪。要想让这个判断被改写，你需要看到 RSI 伴随着价格一起稳稳站上50上方。白银这边技术面的坐标同样清晰，上方的关键阻力在60这个整数关口，这一周它冲得很猛，但还没能真正站上去。下方的支撑则看 56.2， 这是多头反攻的大本营。你只要记住2句话，白银有效站上60，就是强势格局的确认，补涨行情有望延续。可一旦跌破 56.2， 弹性就会立刻反噬，下跌的速度会比黄金更快更狠。再看白银的动能，它的14日 RSI 是 45.07， 和黄金一样落在中性偏弱的位置。这说明白银这一周虽然涨得亮眼，但从动能上看还没有进入过热的状态，后面既有继续修复的空间，也随时可能因为一个偏鹰的美联储而回吐。弹性是把双刃剑，顺风时它让你跑得更快，逆风时它也让你摔得更疼。讲到这里，
我必须郑重地提醒你一句，风险。下周是典型的事件驱动周，一场美联储决议，2份重磅数据，任何一个字，任何一个数据的意外，都可能让金银在几分钟内剧烈跳动。这种时候，最忌讳的就是重仓压一个方向，然后死扛。越是这种关键节点，越要保持冷静，管好仓位，设好你自己的底线。行情不会因为你的一厢情愿而改变方向。谨慎永远是这个市场里最贵也最值钱的品质。请记住，活着比一时的对错重要得多。好，把所有线索收拢，我们来把下周的剧本分成短线和长线2张时间表，给你讲清楚。先看下周的日历，真正的重头戏是下周2到周3的美联储议息会议，决议在周4凌晨2点揭晓，紧接着是主席的发布会，这是全场的胜负手。之后，周4晚间还有美国2季度 GDP 的初值，衡量经济的冷热。周5则是美联储最看重的那个通胀指标，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它会直接影响市场对后续利率路径的定价。一场会议，2份数据，一环扣一环，下周的行情就藏在这几个时点里。短线怎么看？就盯着4000这道分界线做文章。向上的剧本是，如果美联储没有市场担心的那么鹰，金价先站稳4113，再收复4150，那么这波反弹就有望延续。白银则要看能不能一举站上60。向下的剧本是，如果决议坐实了鹰派，收益率和美元再度走强，黄金有效跌破4000，那么跌势就会重启。下方先看3990附近，白银则要提防跌破56.2之后的加速下杀。短线，我对金银的态度是偏谨慎的，方向要等价格自己在4000两边给出答案。那长线呢？长线的逻辑和短线可以完全不一样，甚至是相反的。把时间拉长到几个月、1-2年，支撑黄金的那几根大梁其实一根都没断。全球央行还在持续购金，去美元化的大趋势还在推进，美国高企的债务问题以及潜在的地缘风险都还在背景里给黄金托底。你想想看，当一个国家的债务越滚越大，货币的长期购买力被一点点稀释，各国央行自然会想给自己的储备找一个不依赖任何单一国家信用的锚，而几千年来一直扮演这个角色的就是黄金。这种结构性的买盘不会因为1-2周的行情波动就消失，它是一股细水长流却极其坚定的力量。所以我的长线判断依然偏多。这一次的下跌，我更愿意把它理解成一轮大牛市里的深度回调，而不是牛熊的反转。短线偏谨慎，长线偏乐观，这两者并不矛盾，他们只是站在不同的时间尺度上说话。那么回到开头我们抛出的那个问题，下周的美联储到底是压垮4000的最后一根稻草，还是点燃反弹的那把火？我的判断是，在价格用一根有力的收盘明确站上4113之前，这波更像是空头陷阱之后的修复性反弹，而不是趋势的真正反转。可只要4000不破，多头就还没输，主动权仍然在多头手里。换句话说，4000不破，多头不死，4000一破，再谈抄底。这句话，今天你记住一句就够了：4000不破，多头不死，破了再谈抄底。最后，也想听听你的判断，你觉得下周美联储之后，金价会先跌破4000，还是先收复4113？评论区告诉我你的答案。最后，还是要再次郑重提醒，今天聊的所有观点、点位和剧本，都只是我个人的分析和研究，不构成任何投资或交易建议。市场瞬息万变，真金白银进场之前，请你务必独立思考、独立决策，所有盈亏都要自己承担。越是关键的一周，越要谨慎，把风险放在收益前面。好了，今天的下周前瞻就聊到这里。如果这期内容对你有帮助，别忘了点赞、订阅，并且打开那个小铃铛，
这样每天早晨的更新你都不会错过。我是小金，我们明天继续点金，明天见。